动作都给我拿来。去看看人怎么样了，务必确认彻底他醒不过来了。今日之事，半个字都不准泄露。若是敢多嘴，仔细你们的皮。是，小姐。我的青子，你醒醒好不好？娘亲不能没有你。我没死，我怎么重生了？我竟然重生到14岁，这场劫难还没彻底酿成的时候，我的女儿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快喝点温水，缓一缓。我没事了，让您担心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只要你没事，娘亲就什么都不求了。这一世，我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一大清早便来我这里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祖母，姐姐骂我是淑女，还不准我进她的院子。我真的没有恶意。唉，我这把老骨头就是被你们这些琐事给熬坏的。许是青瓷刚醒，心境不佳罢了，日后我说说他。你们姐妹二人当和睦相处，莫要整日争来斗去。定会好好教导玉瑶，不让娘操心。那儿媳便不打扰娘清修了。玉瑶，我们走。这副身子还是太虚弱了，得赶紧试探清楚，这院子里到底安插了多少眼线。劳烦各位哥哥姐姐，帮我取一杯温水过来，再去问问我娘亲的汤药熬好了没有。又不是多金贵的身子，哼，事儿真多。就是，柳姨娘可没吩咐咱们伺候这些闲差。果真如前世一般，烂到了根里。水姐，你看他们那副嚣张的样子，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小姐，那2个下人，分明就是柳姨娘安插在咱们院里的眼线。哪些人可用，哪些人不可用，我自然分得清楚。既然是送上门的眼线，那便物尽其用。春桃，去把我母亲以前的旧账本找出来，先留着他们，日后拔出萝卜带出泥。我有大用。柳姨娘，咱们慢慢玩。一大清早把我请到这片屋来，到底有什么要紧事？娘，姐姐私下里总抱怨您偏心我和玉瑶。她说您苛待她，连府中的用度都故意克扣她的份里。我没有，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。你若没说过，他怎会平白无故编排你？我亲眼听到，他跟下人抱怨，他还背后嫌弃我几个兄弟平庸，直说他们是府上的累赘，根本不配享受家中的供给。玉瑶，你怎可如此凭空陷害我？放肆！苏婉，你竟敢咒骂将军府的子嗣！没做过的事，绝不能认。妹妹说亲耳听到，敢问是哪一日，在何处，对哪个下人说的？我就是前几天在院子外面，连具体时间地点都编不圆，就敢拿恶毒的话往当家主母身上泼脏水。青瓷啊，玉瑶还小，童言无忌，许是听错了。张口就污蔑，姨娘就是这么教导将军府淑女规矩的。要不要我立刻把全院下人叫来对质，或者请宗族长辈来评评理？够
够了！没有真凭实据，休要在此搬弄是非，都给我退下！娘，既然祖母是个明事理的，咱们就无需在这听人满嘴胡言了。咱们走。沈清慈，你给我等着！这篇章刚刚开始。二小姐，奴婢亲眼看见沈清慈手里端着一匹极其珍贵的佛光锦华佛，正往这边走呢。佛光锦那种极品料子，她一个不受宠的怎么配穿？哼，我今天非毁了你这身体面不可。蠢货上钩了！哎呀，真是抱歉，我刚才走的实在太匆忙，没留神撞到了你。毁了姐姐这么贵重的新衣裳，姐姐千万别生妹妹的气呀！我的新衣裳，妹妹哪只眼睛看出来这是我的衣裳了？你胡说什么？这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这是祖母特意开私库，准备送给长公主的生辰贺礼。你胡说，这绝不可能！祖母怎会把给长公主的重礼交给你端着？我正奉命端去给祖母过目，现在贺礼被妹妹亲手毁了。沈清慈，是你故意把托盘凑上来的，你是故意挖坑害我。妹妹这话说的好笑，难不成是我按着你的手，让你把茶水泼上去的，毁了皇家贺礼？祖母知道了，一定会打死我的。你明知道这东西重要，你为什么不夺？你就是诚心害我！你自己贪心不足，却指望我替你遮掩。沈玉瑶，你的体面到此为止了。你给我等着，等祖母怪罪下来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我这就去向祖母如实复命。祖母救命啊！沈清慈故意把托盘凑到茶杯底下，是存心要害死玉瑶啊！这可是准备送给长公主的生辰重礼，全府仅此一匹，竟然被毁成这副烂摊子！祖母明鉴，茶水溅落的痕迹由外向内，若是我故意撞人，茶水怎会这般迎面泼满整个托盘？二妹妹若不是在回廊上如风马般狂奔，那名贵的茶杯又怎会碎得满地都是？老夫人息怒，玉瑶定是听了心怀叵测之人的挑唆，一时失了神，万万不敢故意毁坏长公主的贺礼啊！姨娘说得对，若非有人故意引导，二妹妹又怎会未卜先知，直奔这幅光镜而来？沈清慈，你小小年纪，心思怎地如此恶毒，连亲妹妹都要逼死！都给我闭嘴！险些酿成大祸，事到如今还敢满嘴谎言！沈玉瑶行止不端，即刻押去祠堂罚跪3天3夜。柳姨娘叫女无方滚回院子闭门思过，没我的准许不准出来。真真你这个贱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老东西，洗快点儿，洗不完今天全院的衣服，晚上别想吃饭。是，小的这就洗。我不能死，我得留着这条命，看着主母熬出头。都给我滚开！谁给你们的胆子作践主母院里的老人？啊，大小姐，您千金之躯，怎么能来这种肮脏的地方？妈妈，您受苦了。是我以前糊涂，竟让您在这里遭了这么多罪。这里人多眼杂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妈妈，带我去您的住处。
这屋子竟比冰窖还冷，柳姨娘简直欺人太甚。大小姐慎言，隔墙有耳，若是让柳姨娘的眼线听见，又要给长房生事端了。娘亲身边最离不开您，这些年您不在，娘亲不知咽了多少苦水。老奴日夜都挂念着夫人呢。夫人性子软又隐忍，老奴不在身边，定是被那妻子黑心肠的恶人作践坏了。妈妈放心，我今日便接您回去。从今往后，长房由我来护，谁也别想再欺负娘亲。大小姐当真长大了。既然如此，有一件关于夫人身家底子的大事，柳姨娘这些年把夫人省吃俭用的底子全数探没去填了私账，夫人太苦了。摊进去的，我会让柳姨娘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妈妈，随我回正院。这寒冬腊月的，连取暖的炭火都不给，这日子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？难道我们将军府的长房注定要被柳姨娘折磨致死？娘亲别怕，从今往后，女儿定会想办法赚足银钱，绝不让娘亲再挨冻受饿。只要找到前世记忆里藏在这面墙后的那个东西，一切就都有转机。暖宫助运与制香的绝世奇方，有了这个，足以扭转乾坤。欠我们的，我会让柳姨娘母女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这方子霸道，火候绝不能差分毫。能不能彻底稳住长房的根基，全靠这炉汤药了。算算脚程，边关传回来的消息，今日就该入京城了。下个月初5，大军必然凯旋。将军不是还要大半年才归家吗？您怎会知道大军下个月就到？那是祖母和柳姨娘联手放出的假风声，正堂把消息封锁的死死的，就是为了瞒住长房。回来前彻底做使管家之位，甚至想害死母亲扶正。天哪！正堂的心思竟歹毒至此。大小姐，咱们该怎么办？长房抢占先机，断了柳氏的青云路。青瓷，厨房里在熬什么东西？味道如此古怪。这是女儿特意为您寻来的方子，趁热喝了吧。这府里的府医从未开过这样的黑药汤。青瓷，快拿走。是柳氏派人送来的毒药。娘亲死不足惜，可娘亲怕护不住青瓷啊！娘亲，女儿就是死，也绝不会端毒药给娘亲。青瓷，到底出了何事？父亲打了大胜仗，大军下个月初就会抵达京城。将军要回来了，可是正堂那边明明说，柳氏故意瞒着长房，就是想在父亲归家前把长房彻底踩死。将军终于要归家了，长房有救了。药是女儿从暗阁里找到的绝世古方，专治娘亲的体寒虚症。娘亲必须在1个月内调理好身体，等父亲一归家，娘亲便能承宠。怀上并生下嫡子，柳氏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休想再撼动长房主母的地位。好，为了青瓷，为了长房，娘亲喝。女儿，娘亲这些年对不住青瓷。娘亲别哭，苦日子到头了，以后有女儿在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一世，谁也别想再挡长房的路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老夫人，您闻闻，这次鼻的怪味，全是从长房小厨房里倒出来的药渣。正房姐姐背着大伙儿乱吃些来路不明的黑药，弄得整个将军府乌烟瘴气，这可是要坏了咱们府上的风水啊！将军如今还在边关苦战，正房姐姐弄出这等邪祟之物，若是克扣了将军的军运，谁能担待得起？哼，苏婉，你简直胆大包天，竟敢在后宅行此等阴毒之事！没有，那只是普通的驱寒药材。来人，传我的话，从今日起断绝长房一切药材供应，连一根草根都不准送进去。老夫人英明，我看谁敢断长房的药材，更看谁敢让当家主母下跪。
娘亲起来，正是主母，绝不向这等卑劣的诬陷低头。沈青瓷，你不仅端着这黑汤药来正堂，还敢当众违逆长辈，是想造反吗？二妹妹张口闭口说这是毒物，可有请过大夫验看？既然姨娘和妹妹一口咬定是毒药，那今日青瓷就让诸位开开眼界。春桃，既然二小姐觉得药里有毒，你便亲口尝尝，证明给全府的人看。奴婢遵命，奴婢这就为主母自证清白。老夫人请看，长房的药，奴婢全喝干净了。奴婢毫发无损，身体强健的很，根本没毒。这不可能！那药渣的味道分明就是什么？这不过是北疆独有的苦寒草药罢了。妹妹养尊处优，自然不认得。当年母亲跟随父亲征战边关，母亲为沈家流过血，如今熬一碗续命汤，竟被污蔑为败坏风水、克扣军运。祖母，长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原来是北疆的方子。罢了，既然是治病的良药，苏婉便继续吃着吧。青瓷替母亲多谢祖母查明真相。该死！要让这小野种逃过一劫。白术当归都在，唯独少了最关键的紫河车与百年人参。第二疗程的主要断了，娘亲前期的调理便会前功尽弃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咱们在药铺订好的主药全被人半路抢走了。这是我们付了定金用来救命的。柳姨娘有令，长房铺张挥霍，所有名贵药材一律充公查抄。铁了心要断，娘亲调理身子的生路。夫人，您看这账册，正房姐姐这半个月买药，竟花了宫中足足500两银子，这哪里是在治病？将军在边关浴血奋战，苏婉竟敢在后宅如此挥霍无度，管家何在？立刻滚进来听令！老奴在，听候老夫人吩咐。削减长房所有月例。好冷的风，连给娘亲过冬的炭火份里都被正堂一并扣下了。堂堂将军府的长房，竟被逼到连一枚铜板都要计较的地步。没有钱，在这深宅大院里便寸步难行。卷雷换不来炭火，既然沈家不给活路，那便去外面找。京城商铺林立，遍地是黄金。暗格里找出的古方秘册，随便拿出一张香料方子，都价值连城。最迟明日，定让长房的火盆重新烧起来。柳姨娘，你以为断了长房的药材就能赢吗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走，魏无眼。把长房那个吃白饭的老东西给我拖出来干活！长房现在连买摊的钱都没了，还养什么闲人？老人家，难道你没听见吗？还不快把活干了！老奴这双手还要给主母熬药做饭，老奴干，只要别为难主母。我看谁敢动长房的人！张妈妈是当家主母的陪嫁，就算是干粗活，也轮不到一个妾室来指手画脚。你竟敢对长辈大呼小叫！反了！拿着凶器在院子里大闹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婆母息怒，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将军府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。祖母偏听偏信，明明是柳氏带着恶奴上门欺辱长房，祖母为何只瞎眼骂母亲？青瓷，别说了，为了长房的名声，三娘求你忍下这口气。都是苏婉的错，苏婉这就闭门思过，绝不让青瓷再惹老夫人心烦。活该，连门都不敢出，看长房以后还拿什么嚣张？苏婉这个贱骨头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竟然还能忍得住不出门。娘，如今长房断了钱粮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绝不能给长房喘息的机会。去吩咐门房，切断长房所有对外往来的书信，彻底把长房孤立成一座死院，绝不能让边关的将军收到半点长房的消息。我要让苏婉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苏婉，
这一回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长房。连累妈妈受辱，连累青瓷挨骂，都是苏婉无能啊！娘，妈妈，这委屈长房绝不会白受。柳氏想彻底孤立长房，以为堵住了书信就能困死长房。既然柳氏急着找死，青瓷便成全柳氏母女。商战敛财，只在今朝。去，将军，您可算大胜归来了。废话少说，府中一切可还安好？老夫人、主母和青瓷身子都好吗？都好，好不好？沈某自己有眼睛看。老母亲日夜挂念，儿子得胜回来了。父亲，玉瑶好想父亲。父亲在边关受苦了，玉瑶日日夜夜都在为您祈福呢。将军一路风尘劳顿，妾身早已备好了热水和新衣。父亲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主母院早早备下了饭菜，娘亲正盼着您过去团聚。放肆！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长房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吗？大小姐又何必强求呢？母亲息怒。青瓷放心，为父先去洗去这一身风尘，稍后定去主母院陪你娘亲用饭。唉，阿姨这死心眼的脾气，还是放不下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。春桃，父亲已经归府，咱们的商铺筹备必须加快进度。今日定要把这批样品赶制出来，只有赚到数不清的真金白银，才能彻底挺直腰杆，把长房失去的尊严全买回来。小姐，您调出来的颜色比昨天还透亮呢，再多卖几罐，咱们就能把那笔债付掉啦。青瓷，听丫鬟说你在偏屋忙了一整天，到底在鼓捣些什么好东西？娘亲来的正好，您快看看，这是女儿亲手调配的胭脂，将来定能卖出高价，养活整个主母院。这色泽这香气竟比皇宫贡品还要雅致几分。早年结交的同僚夫人不少，这就写信下拜帖，请各路贵妇来府中秘密试用这绝世胭脂。只要贵妇们开了金口，咱们的商铺就能在京城彻底站稳脚跟。父亲的恩宠也护不了一时，唯有滔天的财富才是真正的底牌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主母！夫人怀的是双胎嫡子，乃是天大的祥瑞大喜啊！双胎，真的是双胎嫡子，长房终于有盼头了。娘亲受苦了，有了这两个弟弟，这怎么可能？只要嫡子一降生，柳氏这么多年的筹谋算是……凭什么？凭什么全天下的好事都让长房占尽了？柳氏，娘亲怀有双胎，受不得半分惊吓。你们这般失魂落魄的作态，不需要偏院伺候，还不快点滚回去！气死我了！苏婉那个软弱的尖骨头也配生双胎嫡子，长房也配。10年的谋划，全成了一场空。苏婉若是生下双胎嫡子，这将军府哪还有偏院的立足之地？姨娘，边关送来了将军的加急家书。滚出去！魏科吉问苏完的饮食，竟对偏院半字不提。沈毅，这大半年来伺候将军的是柳氏。一个以为丈夫冷酷无情，早有二心；一个远在边关毫不知情，真是绝妙的误会。好好把你肚子里的小孽种生下来吧！将军府的主母之位，只能是我柳氏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这两个小家伙今日在肚子里格外的闹腾，那肚子里装的是挡了偏院路的绊脚石，撞上去，双胎嫡子就全完了。沈玉瑶，你敢！
你若是敢伤主母和腹中嫡子分毫，我今日就扒了你的皮！沈清慈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只是脚滑没站稳，你凭什么对我动手？沈清慈，你竟敢动用私刑打我！我是狄家长姐，鼠妹心思歹毒，冲撞主母，长姐为何打不得？给我跪下！祖母救命啊！长姐疯了！沈玉瑶端着盘子，直奔母亲的孕肚狠狠撞去。若不是孙女拦下，此刻便是一尸三命。什么？心思歹毒的孽障，连未出世的弟弟都敢谋害！来人，上家法！祖母饶命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娘！疼死我了！娘救我呀！玉瑶，我的玉瑶啊！老夫人息怒啊！今日这顿板子是给全府上下提个醒，主母院绝非任何人可以撒野的地方，谁再敢动长房一根汗毛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祖母，算算日子，边关早该有家书传回，不知可有收到父亲的信件？边关战事繁忙，沈毅哪有空闲写信？没有信就是最好的平安信，莫要再来烦扰长辈。青瓷小姐还是多操心主母的肚子吧，将军的心思全在边关，咱们内宅妇人可不敢去讨嫌。家书必定是被柳氏截胡了，没有商铺底气，现在翻脸只会打草惊蛇。既然如此，孙女便不再多问，长房自会安分守己。春桃，正堂靠不住，咱们的商铺必须立刻开业。这盒百花膏，成色与持久度远超京城所有老字号，定能一炮而红。小姐真乃神人，这胭脂涂上，奴婢这粗糙的脸都显得白里透红了。图纸已定，立刻让工匠连夜赶制牌匾，店名就叫晚清阁。请问可是晚清阁掌柜？小人奉主子之命，特来贺喜。我家主子对贵阁的脂粉十分满意，特下重金，订购100盒顶级香膏，送入皇家府。严控品质，如期将脂粉送入府上。小姐，咱们竟然接到了皇室的单子，这下晚清阁的名号算是彻底在京城打响了。一个新开的铺子，怎会立刻引来皇室的巨额订单？定是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。绝缘哥哥，宴席才刚刚过半，你怎么就要走？本王向来不喜外人纠缠。平日里对谁都冷冰冰的，连多看一眼都不肯。靖王殿下的心思到底放在了何处？靖王殿下近日到底在关注些什么？有什么风吹草动？我不知道，奴婢只是偶尔听前院的内侍提起。靖王殿下最近似乎对西街新开的晚清阁颇为关注，但具体做了什么，奴婢真的不知道啊。晚清阁，一家卖脂粉的破铺子，也配让景元哥哥这般关注？去给我查清楚这个晚清阁的底细！敢跟我林若蔚抢人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既然你敢开铺子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！快看，柳氏派人送来的安胎药，全都是发霉发黑的朽木。好恶毒的心思，竟敢拿这种穿肠毒药来糊弄主母！不能血口喷人！偏院送来的明明是上好的补药，分明是主母院故意调包污蔑。是不是好药？去正堂让祖母亲自验看便知。祖母请看，左边是柳氏送来的霉药。大胆柳氏，竟敢拿这种毒物谋害苏婉腹中双胎嫡孙！老夫人饶命，定是才买下人办事不力，买了次品，偏院毫不知情啊！拖的倒是干脆，连安胎药都能出错，偏院根本不配掌管府中任何事宜。这刻起，剥夺柳氏插手主母院的一切权利，给我滚回偏院，禁足思过！长辈对这生辰贺礼十分满意，今日特来当面道谢。这盒同源香膏搭配脂粉使用效果更佳，全当答谢公子此前仗义直言之恩。在下记住了。
告辞。静元哥哥竟然亲自来这种下贱商铺，还对一个抛头露面的商……本小姐定要撕了你这张勾引男人的狐媚脸！气死我了！凭什么长房现在处处压偏院一头？凭什么？若是气坏了身子，岂不是让仇人看了笑话？林小姐，林小姐怎么会突然大驾光临将军府？本小姐自然是来帮玉瑶妹妹除掉共同的眼中钉。不是靠那破铺子嚣张吗？若是婉清阁的脂粉烂了京城贵妇的脸，惹怒了皇室，沈清慈必死无疑。只要能让沈清慈身败名裂，玉瑶全听林小姐的安排。但都是朋友，既然目标一致，那便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长房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。收了偏院的银子，这送饭的差事必须办妥。站住！食盒里装的是什么？回大小姐，这是给主母准备的安胎汤羹，凉了就湿了，要效了，奴婢急着送过去呢。天哪，全是冰镇的大寒之物，使不得啊！主母身怀双胎，本就忌讳寒凉，若是吃下这等大寒之物，定会滑胎血崩。把这谋害主母的毒妇给我押到正堂，让祖母亲自审问。夫人饶命！都是柳姨娘给了奴婢50两银子，逼奴婢在主母的膳食里动手脚的。柳姨娘说，只要主母滑胎，将军府的管家大权就永远是偏院的。闭嘴！老夫人明鉴，偏院绝对没有指使下人谋害主母。姨娘要不要亲自把这碗冰汤喝下去？连未出世的嫡孙都敢下毒手，沈家容不下你这等恶毒之人！把象征管家权的钟馗钥匙交出来，从今往后，偏院不准插手府内任何账目。偏院知错，偏院这就交出钥匙。这管家大权本就该属于长房主母，全完了，10年的谋划一朝丧尽。唉，把这毒妇拖回偏院，严加看管，再敢惹是生非，直接动用家法。只要把这些脂粉全砸烂，看长房还拿什么做生意？抓贼！光天化日竟敢来婉清阁后院搞破坏！别抓我，我是将军府的2小姐。长贵有令，凡是擅闯后院捣乱者，无论身份，一律乱棍打出去。救命啊！别打我！就这点耗子胆也敢来做坏事，赶紧滚回偏院躲着吧！终于把将军府的命脉掌握在长房手里了。老天开眼，有了大小姐长家，主母和未出世的小少爷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黑心商铺买的都是什么烂脸毒药？既然客官只认婉清阁的胭脂掉色，掌柜今日便当众查验。掌柜说的对，这泼妇方才在街角偷偷往衣服上抹红脂，分明是受人指使来砸场子的。婉清阁行的正坐得端，绝不售卖残次品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现在这里我说了算。拿下！谁给你的胆子在将军府打杂？放肆！放开！大爷可是柳姨娘的人，请饶恕我，我真的不敢再犯了。放肆！不过是下人犯错，竟然直接发卖，你行事未免太过张扬狠辣。回祖母，治家若不立威，恶奴便会骑到主子头上。方才那奴才不仅打砸财物，还敢欺压同伴。神家祖训明文规定，恶奴欺主、毁坏公物者，重则发卖，孙女依法惩治，何错之有？这些银子赏给今日护院有功、本分做事之人。多谢大小姐恩典，无论是效忠主母与大小姐。谁若敢吃里扒外，方才发卖的刁奴，便是下场。从今往后，将军府只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本小姐的规矩。
在这里，唯有规矩与忠诚方能长久。沈掌柜今日前来，在下有一件要紧事相求。公子对婉清阁有恩，但说无妨，只要婉清阁能办到，绝不推脱。家中一位女性长辈成婚多年未孕，饱受夫家冷眼，听闻沈掌柜精通女子调理之术，特来求一剂良方。公子放心，这副暖宫助孕方专门调理气血亏虚，定能帮到那位贵人。一剂温服，切记不可空腹。多谢沈掌柜，这份大恩大德，在下记在心里了。贵人就在后院隔间，掌柜可否随在下前去面诊？这真的是能调理宫寒气血的奇方，本宫真的还有希望吗？若是此方能让本夫人得偿所愿，沈掌柜便是整个家族的大恩人。夫人使不得，医者仁心，夫人只需放宽心调理，不出半年，定会有好消息传出。好孩子，日后若在京城遇到难处，尽可派人来寻本夫人，我必定鼎力相助。偏院断了银钱，老子只能自己进来拿了。主母院定有无数金银财宝。嘿嘿，今晚的真金白银全都是本大爷的了。哼，正愁找不到柳氏探墨的铁证，这蠢货竟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大小姐，贼人进来了，现在动手吗？动手，抓活的！大胆毛贼，竟敢夜闯将军府主母院！各位好汉饶命啊！老实点儿，敢在主母院撒野，再动打断狗腿！柳大深夜手持凶器潜入主母院，可是受人指使，想谋财害命。大小姐饶命，奴才只是走错门了，绝没有偷到主母院的意思呀！求大小姐开恩。走错门，带着撬棍走错门，押去柴房严加看管，明日大刑伺候。不交代清楚柳姨娘贪墨的账目，就等着吃一辈子牢饭吧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这一次正院定要让柳氏永世不得翻身。你们的死期到了！醒醒，别装了，快回话！求你放过我吧，我全说。交出偏院私吞宫中的账本，本小姐留你一条全尸。我全招了，账本就藏在偏院床底下的暗格里，大小姐饶命！铁证已在手，立刻押送正厅。是你？你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？你看这账本，偏院联手外贼，谭墨宫中整整5万两白银。反了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柳氏，你竟敢私底下挖将军府的墙角！都是哥哥在外头自作主张，偏院毫不知情啊！明明是你指使我将银子转移到外头的钱庄，休想让老子一个人背黑锅！这等窃贼，理应立刻送去官府法办，让京兆尹定夺罪名。送官法办，将军府的颜面何在？家丑不可外扬，此事就在府内悄悄处置，绝不可惊动官府。万两白银，祖母难道还要强行包庇偏院不成？老身还没死，将军府轮不到一个小辈来叫老身做事。既然如此，便先断了偏院的命脉。不送官可以，偏院必须吐出所有檀墨银两，彻底查抄所有私库，填补亏空。连夜扔出京城，死生不论。妹妹救命！好歹是异母同胞啊！我老身准许，终身不得踏出半步。老夫人，偏院知错了。正院的东西，本小姐会一文不少的全部收回来。大小姐，
老夫人分明是有意偏袒，就这么放过柳氏，实在太便宜恶人了。主母越是包庇，偏院摔得就会越惨，钝刀子割肉才最痛。这账本里牵扯的京城暗桩，才是真正的大鱼。偏院不过是个探路使。既然要顾及颜面，本小姐就亲手把将军府的虚伪颜面撕下来。这后宅的血债，我定会一笔一笔慢慢清算。掌柜不好了，全城的鲜花烧刑都毁约了，没有花瓣，明日的脂粉就断货了，晚清阁的招牌就砸了。既然城内的商行受人胁迫，本小姐就亲自去城外的总商会走一遭。本小姐倒要看看，是谁在背后兴风作浪。本小姐出双倍价钱，买断京城方圆百里所有的花材，一朵都不准卖给晚清阁。哼，林小姐才大气粗，小人自然为林加码首饰毡。做生意讲究先来后到，这位小姐难道想仗势欺人吗？一个落魄将军府的商女，也敢在本小姐面前叫嚣？商女又如何？晚清阁签了契约，今日这花材，本小姐要定。契约算什么东西？本小姐有的是金山银山，砸也能把晚清阁砸死。林家银子再多，大得过象征最高权力的御赐信物吗？哎呦，这可是长公主府的御赐金牌，小人有眼无珠。那位身份显赫的贵人点名，要晚清阁的香膏，耽误了上面的差事，商会担待得起吗？沈掌柜息怒，花材全部按时送达，绝不敢违背契约。沈青瓷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竟敢拿长公主来压林家，贱人！本小姐绝对不会放过晚清阁。林小姐息怒，晚清阁的配方一直锁在偏屋，我有办法弄到手。弄到配方有什么用？本小姐要的是晚清阁身败名裂，把这瓶西域奇毒混进晚清阁的原料里，涂在脸上立刻溃烂生疮。太好了，只要是秦城了，这院就彻底玩了。玉瑶全听林小姐的。事成之后，本小姐定保二小姐坐上将军府嫡女的位子。大小姐，方才暗卫禀报，二小姐偷偷溜出府去见了林家的人。哼，淑妹这是被禁足还不老实，上赶着受人利用。既然敌人在暗处结盟，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请君入瓮。奴婢明白，定让那些坏人有来无回。想毁了晚清阁，本小姐定会让他们自食其果。只要把毒药倒进去，晚清阁的招牌就彻底砸烂了，让全京城的贵妇统统毁容。谋害人命，你好歹毒的心肠！来人，拿下！放开！是林若薇指使我的。押入地牢严加看管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探视。晚清阁卖毒药，大家快退钱！奉靖王之命，肃清流言。晚清阁乃皇家特工，造谣者按大不敬罪论处。快到官家了，快跑啊！那些小把戏也不过如此。我们一定会赶制出最坚韧的寒衣。大小姐，柳氏的新妇正准备翻墙，避开所有人，务必将信送到林府，这是最后的希望了。我会小心的，请主子放心。老实点儿，大小姐早防着这一手了，还想通风报信？最后一条生路也断了。外贼柳氏，你还有什么花招？等父亲凯旋，便是毒榴莲跟拔起之日，一根金条都不准漏下。老夫人，快看！这箱底藏着的全是将军从边关寄回来的加急信件。将军在信中说，特意寻了百年老参给母亲吊命，又寻了安胎，要给苏婉。
他一直被柳氏藏在床底，根本没送到正堂来呀！毒妇，柳氏竟敢截断将军的孝心，可待了苏安母女这么多年，北郊老身要亲自去主母院。主母受委屈了，偏院私吞了将军寄回来的所有东西，老家书全被柳氏扣下了，如今物归原主。将军心里一直惦记着即将出世。收下这份迟来的公道，外敌未侵，将军府还需一致对外。母亲切莫伤心坏了胎气，安心待产。一苍蝇都不准飞进来。内院外墙设下3道防线，12个时辰轮班死守。招牌，任何人敢靠近，主母院半步格杀勿论。属下自死守为主母院，人在阵地在。王爷查获密报，林家已经重金买通了城里接生的稳婆。稳婆奉命要在接生之时按下毒手，造成难产。竟敢把脏手伸到产房里来！多谢靖王殿下救命之恩，这份大恩，沈家铭记于心。府若有需要，王府暗卫随时听候大小姐调遣，立刻把那恶毒稳婆暗中扣下。稳婆一旦失联，林若伟必定狗急跳墙，今夜绝对会派杀手强攻。林家既然不知死活，本小姐定要让来犯之敌有来无回。松懈，杀进去制造混乱。啊！不好，是陷阱！等候多时了，全数拿下！出击了，快撤退！将他们带离，严加询问。外围隐患已彻底化解。来帮我了！收起你的幻想吧，派来的人已经失败了。敌完了，怎么会是这种结果？计划失败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谁也别想阻碍双胎降生。熬过长夜，便是新生。将军府便能真正重获新生。母亲发动了，一定要平安啊！恭贺正院母子平安，是2位健康强壮的小公子。好，母亲平安便是天大的喜事，立刻去账房支取100两白银，重重有赏。呀，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夫人受苦了，沈某回来了。这些年，可是有人怠慢了正院。父亲既然问起，便请移步正听。偏院造下的孽，今日必须有个了断。来人，把偏院的人统统给本将押上来。这是柳氏私通外贼谭墨宫中的所有铁证。5万两白银不翼而飞，更有联合外人企图在产房谋害娘亲的毒计。不耻之徒！我绝不容这等心思歹毒的妇人在这个家中。跪下，如实交代你的罪行。将军明鉴，全都是下人自作主张，姐姐真的毫不知情啊！爹爹救命！死到临头还敢满口谎言！谭墨宫中联合外人残害正院，哪一条不是死罪？将偏院母女立刻剥夺身份，连夜发配北疆苦寒之地。没有本将的命令，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。发配北疆，10年的算计，全成了一场空。请随我来，出城时间到了。不，我是千金小姐，我不想离开这里。哼，正院受过的屈辱，今日全数奉还。恶人已除，父亲切莫气坏了身子。女儿还有大礼相赠。父亲戍守边关，劳苦功高，这特制的内臣轻便坚韧，定能替父亲抵御北疆的风。好，只要有女儿在，定会替父亲守好将军府的大门，绝不让外贼踏入半步。魏父先去陪陪夫人，看看新生下的双胎。
阴谋诡计终究敌不过绝对的实力与铁证。母亲平安，弟弟降生，父亲凯旋，正院的一切都好起来了。接下来，便要让晚清阁的招牌挂满整个京城。前世的血债，本小姐今日彻底清算了。这几家施琅府邸的香料采购量，实在违背常理。是什么？根本用不着上百斤的重香。这些香料是为了掩盖其他气味。这是商队走私的黑化暗号，晚清阁怎么会卷进这种事？关边关10万将士的生死，这份情报必须立刻交到能做主的人手里。满朝文武，唯有掌管京城防卫的靖王，才有这等破局的魄力。北疆细作的兵器运输路限制金查不到，满城暗卫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启禀殿下，晚清阁审，掌柜携信物连夜求见，称有10万火急的军情。深夜造访必有大事，立刻请沈掌柜进来。此时案情重大，刻不容缓。晚清阁查到了，为追查半月，毫无头绪。沈掌柜竟然从后宅香粉中抽丝剥虫。贵妇圈的迎来送往，看似全是胭脂水粉，实则是最隐蔽的资金与情报流转网。既然路线明确，本王当立刻收网。但这批兵器藏在何处交接，依然是个谜。分头掩护，瞒天过海。原来那帮人打的是这个算盘。不言谷两侧设下伏兵，定能将这批国贼一网打尽。单截获兵器不过是拔草，必须顺藤摸瓜，端掉京城的黑心钱庄，方能除根。此等狠辣长远的战略眼光，竟出自一位江门千金之手。晚清阁断其资金链，王府封锁城门。城外大营，即刻收网，叫那些叛徒插翅难逃。得提供官面上的绝对庇护，阁下意下如何？等的盟友，靖王府正需要这样的一把无形利刃。晚清阁的商道，王府全权护航。京城的暗网仅在晚清阁掌控之中。靠前庄，违抗者就地正法。这京城商界，再无人能挡晚清阁的锋芒。天亮了，晚清阁还有要务，告辞。终究会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香粉押金，生意翻了10倍。明白，谁才是规矩的制定者？接下来，便是大刀阔斧的全面扩张。属下实在叹服。刚刚开始，晚清阁的名字很快就会响彻大江南北。即刻筹备2家最高规格的分店。今日开张，所有绝版香膏敞开供应。好一个晚清阁，竟敢断了京城老牌商会的财路！钱老板莫慌，
不过是个毫无背景的商女，今日便让这新店关门大吉。全仰仗吴大人出面，事成之后，老商会定有重谢。官府办案，闲杂人等全部闪开，违者重则50棍。顺天府街道查证，晚清阁使用剧毒原料制作香粉，谋财害命。即刻查封店铺，所有货物全部抄煤充公。吴大人好大的官威，不查实物，不验账册，仅凭一张嘴便要查风民女的产业。放肆！敢阻拦者，以抗法论处。既然吴大人不讲王法，那便看看将军府的刀刃答不答应。保护大小姐，保护晚清阁。反了，反了！将军府纵容商女公然暴力抗法，本官定要上报朝廷。这沈家大小姐是个疯子不成？竟然敢在天子脚下动用私兵！吴大人滥用职权，收受老牌商会贿赂的账目，已经送达御史台。一派胡言，诬陷朝廷命官！皇家禁军，晋王殿下驾到，贤人退避。高见父王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岁！本王今日前来，只为办一件皇差。顺天府贪赃枉法，构陷粮商，来人，摘去乌纱帽，打入死牢，听候发落。饶命！下官再也不敢了，殿下饶命啊！晚清阁背后的靠山，竟然是沈家嫡女捐献，均须有功。特司御笔亲题牌匾，以彰其德。殿下送的这份大礼，晚清阁收下了。这份护航之恩，无以为报。沈掌柜运筹帷幄，胸怀家国大义，这块御丝牌匾，沈掌柜当之无愧。立刻将牌匾挂于最高处。从今日起，晚清阁便是商界的新规矩。这京城的商界彻底易主了。殿下，请移步顶楼品茶。哈哈，正有此意。沈掌柜的茶语谋略，本王可是期待已久。这杯茶，全当谢礼。茶是好茶，人更是本王见过最锐利的刀锋。殿下有此等气魄，我定不会让王府失望。北疆大捷之日，便是晚清阁分店开遍大江南北之事。天下第一商的位置，本小姐坐定了。整个京城的药材花材，如今全在老商会手里。趁着北疆战事吃尽，垄断物资，不出半月，价格定能翻上10倍。晚清阁不是风头正盛吗？断了原料供应，不出3日，定要逼得沈家那丫头跪地求饶。大小姐，市面上的红花与冰片已经涨到天价了，根本收不到货。涨到天价，是因为有人在恶意囤积居奇，企图发国难财。老商会这群黑心干的畜生，前方将士正在流血，这帮人却连金通药的原料都敢卡。既然贪心不足，本小姐便撑死这帮奸商，榨干最后一个铜板后，再放出断崖式降价的消息，让奸商抱着发霉的药材倾家荡产。来，有多少收多少，砸锅卖铁也要把市面上的散货全部吃进肚子里。商会的现银全花光了，甚至抵押了数十家商铺钱装去借印子钱。怕什么？明日就把价格再翻1倍，晚清阁定会乖乖拿真金白银来求老夫。皇家暗卫，奉晋王殿下金牌令箭，缉拿叛国逆党，恶意囤积军需，扰乱朝廷阵脚，全部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清阁做局套现，晋王趁机收网，好狠毒的连环绝杀！老实点。
商场上釜底抽薪，官面上雷霆斩首，这场配合堪称完美。晚清阁收复了商界失地，王府清交了通敌的赌虫，各取所需罢了。若没有王府的暗卫雷霆出击封锁退路，这群奸商早就带着银票逃之夭夭了。从今日起，北疆30万大军的药材供应皆由晚清阁独家承办，绝无人敢再阻拦办保。清阁出产的药材必定保质保量，绝不让前线将是流血又流泪。让沈大掌柜治理，替北疆将士，多谢你筹得粮草。殿下客气了，能为疆士尽一份力，是沈某的荣幸。就换一出，但这商界与朝堂的深水区，必定还有更凶猛的暗流。只要王府的刀锋未顿，晚清阁便可乘风破浪。大小姐，此次做空老商会，晚清阁净赚整整100万两白银。辛苦了，春桃，让账房再核对一遍，把银票分批存进4家票号，不可引人注意。是。趁热打铁，将老商会名下的所有绝佳地铺全数低价收购，归入晚清阁名下。囤积聚起的国贼已尽数佛法，边关大军的粮草药材再无断绝之忧。殿下运筹帷幄，与沈掌柜一名一案配合无间，实乃天作之合。能跟上本王步伐的女子，世间唯此一人。药材供应已经稳固，接下来晚清阁必须拿下10万大军的东夷份额，完成跨界扩张。大小姐，兵部主释放出风声，说晚清阁只懂药理不懂布匹，企图在今日的燕军大会上把晚清阁排挤出去。草民城上的防寒冬衣造价低廉，不错，用料扎实。这首批10万件冬衣的份额理应归入老字号布庄名下。慢着，拿一堆破烂来糊弄前线将士，也敢大言不惭的索要军需份！让满堂的大人们看看，这棉衣里到底藏着什么腌脏东西。这是意外，是下边的绣娘装错了填充物。北疆滴水成冰，将士们穿上这等塞满发霉柳絮的破衣，连握刀的手都会被冻僵，此乃谋害国之柱石。休要胡言乱语！这批冬衣固然有瑕疵，但这全京城谁能拿出造价更低廉的御寒之物？哼！晚清阁城上的是草原驼绒缝制的战甲，这等上好驼绒，造价必定极高，兵部军费吃紧，根本无力承担。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已经打通了直接采购渠道，去除了所有不必要的克扣。啊，这不可能！晚清阁怎么可能做到这等程度？国难当头，晚清阁宁可分文不赚，也绝不发国难财。好一个宁可分文不赚，这份胆识与格局，世间唯此一人。晚清阁东夷上城，且心系大义，此次北疆军府由晚清阁全权承办。至于以次充好、收受贿赂的赌虫，全部剥去官服，打入死牢，严惩不贷。殿下饶命啊！草民知错了。印信已落，晚清阁便是朝廷钦定的军需大统领。这朝堂的水虽深，但有此等铁血盟有高坐明堂，晚清阁便可毫无顾忌的开疆扩土。今日兵部大堂一战，沈掌柜舌战群商，风采无人能及。本王盖下那方大义，全因沈掌柜那句不发国难财财，这份大义重于泰山。只盼这批冬衣能早日送达边关，护佑将士平安。北疆路远，山飞横行，这枚玉佩可调动沿途所有驿站的王府护卫，全当运送军服的护身符。待大军凯旋，晚清阁必在京城设下最高规格的庆功宴。布匹行当的缺口已开，晚清阁的商业版图将随着这支车队彻底贯通南北。待天下太平，
本王定要用10里红妆迎娶这位绝世无双的大掌柜。即刻筹备部装分店事宜，绝不给老商会任何喘息之机。这批新茶必须载入东前送达江南，沿途护卫绝不可松懈。有刺客，散开！取身家掌柜首级！想得美！当心，掌柜有暗器，一起上！乱刀砍死！敢动晚清阁的掌柜，找死！沈掌柜退后，这里交由王府暗卫处置。当朝亲王亲自下场厮杀，这份人情今日必须转化为晚清阁的实质筹码。是靖王殿下，快撤！沈掌柜，可曾伤到分毫？殿下出手相助，晚清阁安然无恙。京城暗流汹涌，只要沈长贵开口，王府精锐随时驻扎在此，绝不让歹人靠近半步。保护晚清阁周全，晚清阁便斗胆向王府讨要一个真正的护身符。但说无妨，王府上下有求必应。借用王府设在各地的800里加急驿站，作为商队的专属补给网。军用驿站乃是朝廷命脉，沈掌柜这胃口未免太大了一些啊！护盘自然要护得彻底，商队安全，王府的分红自会翻倍。这笔买卖，敬王府稳赚不赔。哈哈哈哈哈！天下敢这般算计亲王之人，唯有晚清阁掌。这块令牌拿去，全国72处军用驿站，今后对晚清阁商队全部畅通无阻。王府的诚意，晚清阁收下了，必不负所托。商场有掌柜持证，至于幕后派刺客的黑手，王府自会斩草除根。传令管事，立刻整合车队，借助驿站通道，今夜子时兵发江南。靖王殿下连皇家绝密驿站都交出来了，分明是对大小姐情根深种啊！情意最是缥缈。殿下交出这枚令牌，不仅是庇护，更是将王府的后勤底牌悉数压在晚清阁身上。晚清阁绝不能只做受人庇护的浇花。大小姐说的对，晚清阁定要成为殿下最强硬的后盾。唯有将商道铺满大处，成为天下最坚不可摧的钱袋子与情报网，方能接得住这份偏爱，与亲王平起平坐。大掌柜，通往江南的7支商队已经集结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持此令牌，即刻启程。定当踏平江南水路。商道铺满天下之日，便是晚清阁与王府并肩立于云端之时。江南水深，本小姐倒要看看，谁能揽得住晚清阁的船。晚清阁商队靠岸，岸上的苦力准备搭板卸货。江南商会有令，外地商船一律不得停靠金陵主码头，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。晚清阁手持朝廷通关文牒，江南商会凭什么私自封锁对路？凭什么？就凭这江南的水，姓谢。一个靠着靖王撑腰的京城黄毛丫头，也敢把手伸进江南的聚宝盆？所有船行、镖局、客栈，谁敢接晚清阁的生意，便是与4大世家为敌。大小姐，商船被困在码头整整3日了，货物运不进来，分店根本无法开张。 4大世家垄断水运100年，自然不容许外人分一杯羹。封锁码头，意料之中。水路被封，难道晚清阁的货并长不出翅膀飞进金陵城吗？可是大小姐，
江南不比京城，不靠商船，这么多货物怎么运得动？我早有安排，你只需按我说的做便是。别担心。传令下去，放弃所有水路，全面启用皇家800里加急驿站的陆路通道。3日内，本小姐要看到货物摆满整个大堂。呵呵，耗死这群京城来的肥羊！看晚清阁的掌柜还能硬气到几时？主动撤船，不走水路，沈家难道想靠2条腿把货背进金陵？皇家驿站专送，晚清阁第一批新品香膏，安全送达。水运虽量大，却受制于人。皇家陆路虽贵，却能斩断所有咽喉。物流的规矩已经打破，接下来该轮到抽干4大世家的钱袋子了。自今日起，晚清阁发行通兑汇票，认票不认人，南北商铺皆可兑现。汇票者，购箱一律8折，免去长途押运标费之苦。毛都没长齐的丫头敢玩钱庄戏码，立刻调集所有现银，明日去晚清阁全额挤兑，逼断资金链。晚清阁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银，全是空头支票，快退钱！这群无赖分明是4大世家派来砸场子的，跟这帮地痞拼了！京城做空赚来的100万两白银，正愁没地方放，开库房。只要手持汇票，万清阁照单全收。今日就是对空整条街，万清阁也赔得起。这怎么可能？全是真的官银！为了挤兑晚清阁，4大世家的现银全部耗尽了，中计了！你给我死了！这个强力出品！沈大掌柜开恩，求晚清阁赏一口饭吃。他世家的所有码头、商铺、地契，晚清阁以1成价格全盘接手，签了便留一条活路。江南水系已通，晚清阁的龙骨今日正式铸成。这篇《江南商局论》写得太绝了，竟将晚清阁做空4大世家的手段拆解得分，毫不差。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位高人，把晚清阁的商战底牌扒了个底朝天。此人不仅看破了商战，甚至还预判了晚清阁下一步的粮草布局。底牌被人看穿，大小姐为何还要夸赞？若此人被老商会拉拢，谋略用的却是联络绑绣，才都不屑用的最劣质竹轩。写文之人必定穷困潦倒。备车去城南贫民乡，本小姐要亲自挖出这位大才。那原稿就是从这破落户卢家传出去的。卢兄一篇策论名动京城，此次科考必定高中榜首。呀哈哈哈！
区区一篇商道策论，算得了什么？本少爷胸中自有治国良方。粮草若断，商局必崩。这破局之法，当分3路。写出这等惊世策论的人，竟然是位女子。丈夫在外顾名钓誉，却将拥有治国大才的发妻锁在暗室受冻。这是道，何其可笑！夫君息怒，已经写好大半了，还不快去生火烧水！没用的扫把星，除了会写几个破字，还能干什么？这般大才绝不能葬送于此。此人我们保定了，派人盯着这里，不出3日，那庸才定会闯祸。到时怕定是本少爷的文章惊动了京城商家，特地来送润笔费了。沈清慈看着裴木兰，目光悲悯却带着威严。他低声说道：“先把手擦干。”能写出江南商局乱的通透之人，竟甘愿在这冰水里搓洗脏衣。掌柜认错人了，那是夫君写的策论。休要胡言乱语，那文章分明是本少爷熬夜写就。既然是阁下所写，那便请解释一番，何谓为漕运折算、分仓之法？说啊，是书本上的道理。哼，荒唐！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抛头露面去从商，便是败坏卢家门风的失节妇人。掌柜美意，木兰心领，但出嫁从夫，木兰此生裴娘子只能是卢家妇。裴娘子，这等泥潭有什么好留恋的？跟着婉清阁才能活出人样啊！装睡的人叫不醒，心里的枷锁，旁人砸不碎。才华若是用来做男人的垫脚石，便是对着申傲骨最大的作践。婉清阁告辞。大小姐，难道就这样放弃了？那草包一家迟早会把裴娘子折磨死的。去个大地下赌场，给那位卢少爷喂点甜头。等那草包亲手烧断所有的夫妻情分，明珠自然会带着满腔仇恨踏入婉清阁的大门。去赌场，本少爷今日定能赢回1200白银。今日财神爷保佑，把把通杀！再开！庄家同吃，卢少爷承让了。不可能，方才明明连赢10把，再来定能翻本。卢少爷没有诚意可进步了这扇门，两手空空。借资，我定能博得一个光明前程，届时必有重谢。先借1万银子。全都归庄家了，看来今天你的好运到此为止。但宽限片刻，定能凑出酬劳。欠债还钱，若无银钱，今日便要收走你的抵押。听闻卢少奶奶才貌双全，城东的李尚书可是缠线已久，这手不如用人来抵。签了这契约，此事便一笔勾销，你的欠债也当场清空。签！契约已成，带上绳子，随本管事去卢家拿人。只要本少爷的才华还在，日后高中状元要什么样的美艳女子没有？财富全都是本少爷的。女子本弱，安分守己方能保全家门名声。久等了，我们从远地赶来。
能如约而至，已经难得。里面请吧。好。有强盗，快报官救人！多什么？卢少爷，白纸黑字签了字，还不亲自给发妻解释清楚？这便是凭证。卢家少爷早把人抵押还债了。这契约可是当真？这已是定局。去往那里，你会得到比这里更好的生活。我为你操持家务，付出10年光阴，到头来竟然只换来这样的结局。你的那些才学只会让我感到无能，我不愿意再看到他们。10年的任劳任怨，换来的全是嫉妒与憎恨。再说了，这都是为了保全家门的声誉。才华是罪过，你拿着这份才华去骗取功名时，为何不觉得是罪过？那是裴氏里所应当的奉献。出嫁从夫，你整个人都是我家的财产。这上面的印记是真实的，这笔账得用你去抵偿。可笑，10年的情谊竟然真的抵不过一张纸。阿言，是看着我，便会想起自己骨子里的卑劣与无能吧？你敢如此看我？他现在已不是你能动的人了，带走。这恩义今日死绝，这10年全当为了恶狗！满嘴仁义道德，满腹男盗女偿，这吃人的是道。启禀大掌柜啊！做局收网完毕，1两欠条语，契约皆在此处。你地下赌场竟是晚清阁的产业，连营是把全市算计好的圈套。现在才明白，太晚了。间接归晚清阁所有，立刻还钱。大掌柜，求求您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大掌柜开恩，砸锅卖铁也凑不出这1万两白银啊！求大掌柜宽限。所以，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。步步为营，请君入瓮。好可怕的连环杀招，连针砭人的贪婪与无耻都被算计得分毫不差。这就是我曾经仰慕的良人，在权势面前，只要手握重金与权柄，那虚伪的傲骨便只能匍匐在地，摇尾乞怜。过去10年的委屈，在此刻灰飞烟灭。晚清阁看中的谋士，绝不容许任何人当做筹码随意践踏。这吃人的世道，唯有权才能砸碎枷锁。可愿随晚清阁走，将这天下全是尽属握于掌心。情爱皆是虚妄，裴木兰愿效犬马之劳，只求有朝一日，也能将这世间一切踩在脚下。这很好，既然顿悟，走之前便亲手斩断这桩荒唐的蓝影园吧。妙子，写下休书，休了这一关禽兽。荒谬！自古只有夫休妻，哪有妇道人家敢写休书的道理？简直大逆不道！清阁的规矩，便是商界的天，在此处只认强者，再敢废话半句，当场格杀。大小姐，江南一战，
晚清阁净赚白银300万两，整整300万两啊！筹点小钱便乐成这样，日后晚清阁开遍天下，还不得把算盘都敲碎了？刚回京城，便只顾着看账本。快尝尝，这是小厨房刚做好的桂花糖蒸苏螺。多谢母亲，外头的山珍海味全比不上母亲院里的一口点心。这趟下江南，青儿受苦了，瞧着都清瘦了些。夫人不知道，大小姐在江南威风八面，把那些坏人打得落花流水。只要有青儿在，定要护母亲一世安稳，绝不让任何人惊扰这份宁静。啊，方才还出着大太阳，怎么突然起风了？大小姐，出事了！有大批人马正朝着晚清阁总铺的方向气势汹汹地杀过去。谁人胆子这么大，敢在京城地界砸晚清阁的心头肉？母亲莫慌，商铺里有些琐事需要处理，母亲先回屋歇息。更衣，备车，去总铺。王爷，东宫一动，太子调拨了200府兵，正护送沈家那位柳姨娘直奔晚清阁总铺而去。东宫的手伸得太长了，连靖王府的盟友也感动，当真是不知死活。王爷下令，属下立刻率领黑甲卫，将那群东宫走狗尽数斩杀于长街。大掌柜乃是翱翔9天的雄鹰，绝非需要处处庇护的雀鸟。这等家贼，经黑甲卫按中封锁晚清阁所在的街区，东宫胆敢动用兵全强压，靖王府便躲了太子的爪牙。沈清慈，今日定要叫晚清阁明白，皇权之下皆为蝼蚁。东宫办案，闲杂人等退散。太子密令在此，晚清阁涉嫌囤积居奇，立刻查封账房。沈清慈身为出阁的女子，无权掌管100万家资。今日长辈便晚清阁大掌柜来得正好，东宫密令在此，立刻交出账房钥匙，束手就擒。为出阁的女儿家抛头露面，简直败坏门风。今日宗族要收回一切家产，由长辈代为打理。全体护卫收刀入鞘，让出门庭。这块肥肉，且看东宫吞不吞得下。大掌柜竟能这般沉得住气，东宫那群疯狗可不会轻易罢休。东宫暗中招兵买马，导致国库空虚，如今急需海量白银填补军费窟窿。满朝文武皆是一群饿狼，晚清阁这块无主肥肉，谁都想扑上来咬一口。正因这般，今日封铺乃是主动让位。一旦东宫吞下这笔巨款，必成众矢之的。兵刃杀不死宗族法力，但千千万万百姓的悠悠众口，却能掀翻这座腐朽的东宫。这盘靖王府替大掌柜添一把柴，王府麾下所有暗线驿站，任凭晚清阁调遣。
放开！今日定要将晚清阁的千万财富全数收归柳氏名下。娘亲快看，这满屋子的白银，数都数不清。沈清慈在江南拼死拼活，最终还不是落入柳氏囊中，痛快！东宫急需填补国库亏空，有了这笔现银，太子殿下定会重赏。这等御赐宝物，唯有未来的太子宠妃方可佩戴，那贱人根本不配。雨瑶，速速装上几箱现银，立刻前往沈氏宗祠，长辈们定会出面主持大局。这就走，定要让宗族那些老古董乖乖把大掌柜的印信交出来。二爷的带着这么多人闯入宗祠，成何体统？特来孝敬诸位。沈清慈一介女流，掌管千万家资，确实有伤风化。叔公所言甚是，女子本该安分守己，怎能四处抛头露面？太子殿下有言在先，只要交出掌印，必定保举沈家满门加官进爵。取族谱来，理当重修族谱。沈家百年基业绝不能毁在一个野丫头手里。今日便当众收回掌印，将那大逆不道的名字直接划去。三叔公英明，早该将那贱人的权柄剥夺干净。自今日起，晚清阁一切事务交由御药全权接管。多谢三叔公。来人，将这些孝敬分发给在座的各位长辈，同喜同贺。这便却知不公了。日后沈家还要仰仗太子殿下的庇护，嘿嘿。令外头的府兵速速传讯东宫，300万两现银随时可以起运。遵命，属下这便去办，定保现银万无一失送达东宫。只要靠着这笔银子帮太子填了亏空，这天下商界便只有柳氏说了算。大掌柜，10万份讨伐檄文已全部印制完毕，只等医生令下。传令暗卫，借着晋王府的暗线，将这些纸张撒遍京城每个角落。王爷有令，黑甲卫全员，听候大掌柜差遣，誓死完成不空。东宫想吞下这笔官银，且看全城百姓的唾沫能不能淹死那只贪婪的恶狼。动作快些，天亮前必须让京城每家每户的门槛上都见到这份罪证。这是何物？上面竟印着晚清阁总铺被查封的骇人内幕。各位且听好，江南水运的1000万官银，竟是被东宫派人秘密劫走，想要填补朝堂的亏空。堂堂东宫竟为了敛财，指使一个妾室去查封清白商家的产业，简直天理难容。那沈家姨娘更是不要脸，为了霸占家产，连脸皮都不要了，活脱脱的吸血狐狸精！是啊，宠妾灭妻，强夺家产，这等伤风败俗的丑事，沈氏宗族竟也干得出来！这道封条，绝不能让那群贪官无理得逞，还清白商家一个公道。眼下满城风雨，宗族那些老古董，只怕已经被百姓的骂声吓破了胆。早朝之上，御史台已经联名参奏，东宫私吞官银的罪证。接下来，便该去欣赏那对恶毒母女被宗族当成弃子扫地出门的绝望惨状。退让求不到安宁，金银买不到敬重。吃人的礼教，只需一笔便能抹杀完清阁的心血。大小姐，外头全乱了，百姓都在痛骂沈氏宗祠，长辈们定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今日方知商贾之术终究落了下乘，唯有手握强权，亲自定下天下的规矩。接下来便去欣赏宗祠里的恶犬护咬。东宫传信，昨夜送去的乃是江南失窃官银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。全是沈玉瑶自作主张联系的东宫特使，与旁人毫无干系。胡说，这根本是蓄意指控，明明是你贪图那具鹅金银，指使护卫去闯的金库。一对毒妇，沈家百年基业险些毁于一旦。来人，动用家法，乱棍打死！
诸位长辈昨夜分赃之事倒是痛快。大掌柜，千错万错皆是宗族的错，看在血脉份上，快救救沈家满门！昨日宗祠强行划去名字，褫夺掌印之事，可曾想过留一条活路？既然是受了那对毒妇的蛊惑，大掌柜深明大义，定有办法平息外头的民怨。了这份死气，自此晚清阁脱离宗祠掌控，独立门户，所有印信归于一处。这岂不是要割裂沈家100年根基？你只起不迁，沈家今日便陪着东宫一起下地狱。选吧。老朽这就签，只要能平息过端，一切皆依大掌柜所言。死气已成，晚清阁与沈氏宗族再无瓜葛，接下来该算算宗族探没的旧账了。大掌柜此言何意？方才不是说签了死契便能出面保全宗族？晚清阁自会出面安抚百姓，可宗族这些年私吞田产、包庇赃款的铁证，早已送交京照依。沈氏宗族元老一律索拿归案。我们的辉煌已经走到尽头，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神府雅苑再无宗族长辈，只有晚清阁定下的铁律。蠢货！娘娘息怒，老奴这就去办，定将太子殿下的干系撇得干干净净。传本宫遗旨，宣晚清阁大掌柜进宫。本宫倒要看看。大掌柜，你总算来了。这御花园的景致虽美，却也最易让人迷路，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这招借刀杀人，不仅沾了沈氏宗族，连带着斩断了东宫的财路。本无意卷入朝堂纷争，全是被逼无奈的自保之举罢了。本王自当全程护驾，免遭旁人暗算。那只是助茶论道，平息干戈，外头的流言蜚语也该是可。既然娘娘想要求和，那便拿出该有的诚意来。这停战的筹码，明白遭受的损失与惊吓，总得有个说法。没有足够的诚意，书局的印版可停不下来。本宫做主，特赐晚清阁御用皇商金牌，自此天下官强，皇族根基深厚，眼下却非连根拔起的良机。得了这道免死金牌，正好海阔凭鱼跃。皇后娘娘痛快。拿了金牌，京城的风波明日便会平息。一言为定，大掌柜最好牢记今日的本分，莫要生出不可挽回的妄念。进击不下杀局，今日却轻拿轻放，就换了一块通关金牌，岂不可惜？这叫以退为进。晚清阁的志向从来不在那张冰冷的龙椅上，京城太小，装不下。莫非大掌柜还要去外头的广阔天地，搅弄风云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塞外的牛羊，西域的香料，海外的奇珍。既然大掌柜心向远方，靖王府的铁骑便替晚清阁踏平沿途的所有荆棘。既然王爷有此雄心，这天下你我联手一试又何妨？本王定不负所托，这9州自当任你驰骋。多谢王爷，待平息了铺子里的琐事，便立刻启程去会一会天下的英雄豪杰。看晚清阁的商旗，插满这9州大地。这9州广袤，宫墙终究遮不住满天星辰。王爷，且看那叙事，权谋只是自保的手段，自由方为大掌柜的本心。晚清阁的征途才刚刚开始。国库空虚，受苦的终究是寻常百姓。赈灾粮款层层盘剥，落到灾民碗里，连米汤都不算，当真该杀！我里早没米了，能给口热水喝，已是天恩浩荡。差爷发发慈悲，小孙子3天未进水米，快要饿死了，求求差爷！
要饭要到大爷头上来了，统统滚远些！狗仗人势的杂碎！大掌柜，且容属下去沾了恶犬的双手。慢着，底层走狗罢了，杀了无用，且看正主。都闪开，别挡路！户部尚书大人运送寿礼的车驾，碰坏了拿命赔。上书府上的狗吃的都比这丰盛100倍，一群贱骨头。请别抢，这是为了救命的口粮，求各位高抬贵手。那老贼贪墨赈灾良相的铁证，全压在书局手里，只需抛出铁证，定能将那朝堂硕鼠千刀万剐，为民除害。要杀，便要让天下贪官一起大出血，抽了贪官的家产充盈国库，拿权贵的粮仓来赈济万民，这才是真正的除恶务尽。属下领命，明日一早，晚清书局便将所有贪官黑账捅到御史台。那老于实在可怜，属下这便去施舍些碎银。住手！恶虎食人，饥荒之中一旦露财，旁人定会蜂拥而上。那碎银便是催命符。属下愚钝，险些好心办了坏事，害了老于性命。传令暗卫，即刻运2车稠粥来此地放粮，震慑乱民。城过京外，明日午时，晚清阁会在城外设下9座大棚，开仓放粮，管教京城再无恶飘。老天开眼，终于有活路了！多谢大掌柜救命之恩。清阁千秋万代，活菩萨降世救苦救难了。属下这便去安排抄家与放粮事宜。大掌柜面带杀气，可是外头的灾情惹了晚清阁的眼。王爷可有胃口，吃下这块肥肉。头一把锋利的刀，抄家拿人，血洗上书府的粗活，便交由黑甲卫去办。抄家所得现银归国库，但上书府名下的18座粮仓，必须全数移交晚清阁。明日午时开仓放粮，取之于贼，用之于民。王府麾下暗线驿站，今夜全力配合晚清阁运送粮草。不可出，莫身在粮团，保见人命。18座私家粮仓。是米粥，弄得插筷子不到的。走您做牛做马也要报答，敬王殿下大恩。大掌柜此番雷霆手段，不仅替朝堂除了大害，更救下数万条性命。商家逐利，更需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晚清阁的买卖方能长久。禀报大掌柜，王爷。甚好，让底下的伙计仔细盯着，切莫生出乱子。有了今日这场开仓赈灾，京城上下再无人敢轻视晚清阁。杀伐果断又心怀苍生，天下有大掌柜甚好。娘娘明鉴，万邦朝贡在即，户部刚被查抄，眼下拿不出半两银。堂堂天朝，连一顿迎宾宴都办不起，传扬出去，岂不叫藩邦蛮夷看了笑话？娘娘息怒，那晚清阁富甲一方，何不下指明商家出资接盘，既能保全朝廷体面，又能掏空商铺的家底。藩邦使节生性刁钻，一旦商家招待不周，惹出乱子，便可顺理成章定个欺君死罪。传本宫懿旨，命大掌柜全筹办通商大典。老奴遵旨，这便去宣旨，定叫那商铺知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特命大掌柜出资出力，全打理成外营兵大营的万邦护士。民女领旨谢恩，定当竭尽全力，扬朝廷天威。藩邦人蛮横不讲理，倘若大典上挠出乱子，罪责全在晚清阁头上。分明是奉遗公故意刁难，接待使节本是礼部的差事，强压给商家出钱，便是存心要治罪。莫要惊慌，危机背后便是天大的商机。送上门的万贯家财，岂能往外推？便是天朝物产，奇货可居，只需投其所好，定能赚得盆满钵满。藩邦使臣带着大批车马，护士大典当设在何处，方能震慑全场，压住阵脚？汇聚天下丝绸瓷器，不下奇珍异宝的迷魂阵，叫藩邦人看花了眼。满营的奇珍异宝，单凭晚清阁的几10个伙计，只怕镇不住那些带着弯刀的外族勇士。镇场子的武差
自然交由黑甲卫来办。王府的刀锋专治各种蛮横不讲理。3000黑甲卫明日便拔营，直接驻扎在迎宾大营外，敢有番邦人生事抢夺。有了3000黑甲卫护航，晚清阁便可放开手脚，狠狠宰上一笔。这武差王府接了，大掌柜打算囤积些什么奇货来掏空外邦使臣的钱袋子？东南的极品科斯，景德镇的御用蜜色毫，加上武夷山的明前贡茶，足以让番邦人倾家荡产。放出话去，晚清阁只收足赤真金与西域两马，绝不收外邦的铜钱劣币。好一招聚敛天下财富的连环计！这等待价而沽的手段，当真精妙绝伦。刻前去筹办奇珍大营，凭着这手筹谋，定将凤仪宫看笑话的盘算彻底落空。不仅要粉碎宫里的刁难，更要借此良机，让天下商道彻底打上晚清阁的烙印。本王便在这大营内，看大掌柜将万邦使臣拿捏在股掌之间，大杀四方。待护是大典大获全胜，赚进真金两马，再与王爷逐茶论英雄。今日定要拿捏住天朝的颜面，狠狠搜刮一番。当真乃稀世珍宝，这批丝绸与瓷器，本使者全包了，立刻装车。晚清阁的规矩概不赊账，只收足赤真金与西域两马，不收外邦劣币。通商大典向来可用本国铜币折算，区商家敢乱定规矩，不怕掉脑袋吗？条件苛刻，大不了不买了，倒要看这满营的货物。大掌柜有令，江南绝品科斯，寸金寸金。既然无人识货，烧了便是。住手！快住手！万万不可毁了！这等神物，真金变真金，马上派人去取金子。10两黄金一匹，眼下物以稀为贵，烧了一匹，剩下的自然要涨到20两了。20两！这箱真金留下，给本使者立刻装车100匹科斯。疯了，全疯了！不仅没惹出乱子，竟将这上仆空手套白狼赚走了一座金山。赶紧回宫禀报娘娘。万邦护士的安危，靖王福保了。大掌柜这手毁进台架，当真绝妙。兵不血刃，便掏空了对方的底子。天招地大物博，只要手腕够硬，外邦的真金白银全得乖乖流入晚清阁的钱庄。禀大掌柜，首日通商已收入黄金100万两，西域汗血宝马3000匹，大获全胜。外头的风波总算平息，眼下这院子里的陈年枯枝也该好好修剪修剪了。大小姐所言甚是，奴婢早看后院那几个碎嘴婆子不顺眼了，整日偷懒耍滑。宗族安插的眼线，加上柳氏留下的旧人，名册皆在此处，请大掌柜定夺。呸！早晚还不是要嫁人，多拿点首饰傍身才是正经买卖。妈妈，快放下！那是大掌柜赏给秋月姐姐的财物，被抓到定要挨板子。死丫头敢管闲事！宗祠那边的三叔公可是老身的主心骨，轮得到底层奴才来教训。大掌柜有令，后院所有人等即刻前往正厅问话，违令者直接发卖。新主子年纪小，随便糊弄2句便能打发过去。今日召集满院仆役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给这晚清阁重立个清清白白的规矩。老奴拜见大掌柜，老奴在沈家干了30年，定当对晚清阁尽心。克扣底下牙欢月银的底气，却是底下的贱蹄子眼红，故意栽赃陷害，请大掌柜明察秋毫。上月城南当扑死当的翡翠玉镯，典当文书上清清楚楚画着画押的指印，铁证如山。老身可是三叔公旨派来伺候的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谁敢动用私刑？哼，三叔公的名头押人，
真是找错门庭了。春桃，去账房支取10两银子，结清工钱，立刻将这刁奴乱棍打出院门，永不录用。哎，饶命！再也不敢了，求大掌柜开恩给条生路。日后定当安分守己，绝不敢生出外心。方才在偏院出言制止盗窃，是个守规矩的，抬起头来回话：奴婢夏荷自幼迈入府内，绝无二心。夏荷提拔为1等丫鬟，管领库房钥匙，只要安分守己，踏实办事，晚清阁堡底下的伙计衣食无忧，绝不亏待。誓死效忠大掌柜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院子干净了，泡出的新茶才够清甜，这日子总算有了几分意趣。晚清阁以次充好，专门拿这些一碰就碎的破烂糊弄，痛伤客商。还真印着晚清阁的章，难不成这家大商铺真干出了欺客的勾当？丝绸也是旧不难不，这便是中原第一商局的做派，这通商买卖没法做了。变上！这群外邦蛮子欺人太甚，竟敢勾结地痞造谣生事！我这就去顺天府报案拿人。外面群情激愤，此时出去辩解，只会火上浇油，正中天狼商会的下怀。无非是想逼我低价交出护士的商道。那难道就任由他们将脏水泼在晚清阁的百年招牌上？传令各处暂停营业3日，由着他们在外面胡闹。晚清阁做贼心虚，不敢见人啦！快砸！大掌柜连面都不敢露，这商铺只怕是要到大霉了。咱们还是早做打算吧。 3日后确实该好好修剪一番了。带上黑甲卫的暗桩去城外废窑，外邦人造假，必定需要高温炉火去端了他们的老巢，拿到活口供词。属下定让那群造假的地痞把肠子都悔青。交给你一个绝密的差事。小姐，外头正乱着，拿这么多银票出去买什么呀？去各大药行，将防胀气的草药以及长途跋涉固本培元的药材全部按市价买断，一斤也不许留给外人。啊，奴婢明白了。外邦人返程必须穿越毒瘴沙漠，没这些药材，他们就是死路一条。天狼商会想用流言蜚语毁我招牌，那我就断了他们的生路，关门打狗。中原第一商局又怎样？还不是被几件假瓷器吓得大门紧闭，当了缩头乌龟。不出3天，那个丫头定会乖乖服软，求着我们高抬贵手。该准备的都已经入库了，计划即将收网。消息来得真快，看来那边已经有定论了。天狼商会在中原的百年声誉，全系在那几张画押的口供上了。3日之期已到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。晚清阁的缩头乌龟该出来认输了。大门敞开做生意，首领发这么大的火做甚？废话少说，外头百姓早就认定晚清阁卖假货。放肆！区区蛮夷商家也敢来玩清阁撒野？本小姐既然开门迎客，自然背了回礼。首领看清楚，这是从城郊废窑里挖出来的铁证。买通地痞，造假生事，这几张供词足够顺天府拿人。报官又怎样？商铺名声臭了，晚清阁休想走出关内半步。那是衙门的做派，对付蛮横商家，本小姐更喜欢用商道的规矩。大小姐，关内8大药行的底单接在此处，全数交接完毕。中原市面上所有的防胀草药以及固本培元的药材，已全部被本小姐买断。
疯了！买空那些草药做什么？没有这些救命药材，天狼商会绝对走不出关外半步。大掌柜饶命！天狼商会愿意双倍赔偿损失。这等上不了台面的废纸，不配放在晚清阁的桌案上。这才是天狼商会该签的文书，看清楚了再落笔。签下掌契，日后天狼商会在西域的货源只能由晚清阁独家接手。天狼商会定当为晚清阁马首是瞻。大小姐真威风，白得了一个西域大商会。大掌柜深谋远虑，釜底抽薪这一招当真绝妙。商家逐利，没有永远的敌人。大掌柜，门外的泼皮无赖已经全部逃窜，危机已除。大小姐忙了这几日，快喝口热茶润润嗓子。关内关外再无人敢小觑本小姐的晚清阁。有了西域商道的独家供货，下个月的进账定能翻上数倍。传令下去，全员重赏。多谢大小姐赏赐，明日晚清阁正式开门迎客喽！账目皆已核对无误，库房封条也已全数查验妥当。剔除拨给宗祠的死气折损，晚清阁账面上现银依旧充盈，足有800万两之巨。这阵子连番恶战，大伙皆辛苦了。开库房，给底下办事的伙计每人赏3个月例钱。啊！大小姐仁慈，奴婢这就去办，保管交满院子，欢天喜地，做事更加卖力。这2匣子金条，全当商局的红利，务必收下。使不得，能跟着大掌柜办差，已是天大福分，岂敢在贪图重赏？晚清阁不亏待忠臣，接下红利，日后方能死心塌地守住这份家业。收着。夏荷，手脚麻利些。大小姐与木兰姐姐马上便要入席啦。清蒸鲈鱼、水晶肘子，皆是小厨房刚做好的鲜货。隔着老远便闻到桂花酿的醇香，今夜小厨房当真用了心思。今夜关起门来，只论情分，不论尊卑，全当为晚清阁的彻底，牺牲接风洗尘。那奴婢便检阅了，祝大小姐岁岁平安，晚清隔日进斗金。愿大掌柜宏图大展，百事无忧。干杯，敬自由，敬这终于安稳下来的太平日子。小厨房还炖着燕窝，奴婢这便去端来，给各位主事润润嗓子。夏荷也携着去吧，今夜后院不留人伺候，去前院领赏，前凑热闹。前世梦魇，斩断宗族枷锁，这座宅院终于是真真正正的家了。有大掌柜在此坐镇，这宅院便是天下最坚不可摧的堡垒。明日又是个艳阳天，夜深路重，账目也该收尾了。门为落锁，不请自来，还望海涵。满城皆睡，唯独大掌柜这院里还亮着灯。王爷深夜造访，连个通报的侍卫都没带。单凭知己2字，带护卫反倒生分。边关苦寒之地亲手酿的烈酒，今日大局已定，特挖出来庆祝一番。酒香凛冽，带着边关的黄沙气味。好酒，军中粗汉只用大碗饮酒，不知大掌柜喝得惯否？晚清阁发迹于微末，什么苦没吃过，自当奉陪。今晚清阁手段通天，不费一兵一卒拿下户部大权。进王府黑甲为威震天下，斩断东宫生路。这一局万帮护士，外邦使臣的钱袋子算是彻底空了。凤仪宫那位气得摔碎了满屋瓷器，算计来算计去，终归是晚清阁做了最后赢家。
满朝文武皆比不上婉清阁当家人的凶残。权谋争斗实在疲惫，唯有这杯中烈酒能解千愁。遁去朝堂上的杀伐果断，靖王殿下的眉眼镜也有温和之势。大掌柜一直盯着这张脸看，莫非脸上有花？酒醉人一时慌神罢了。既然醉人，那便再满上一碗，彻底醉一场何妨？只有在这位铁血亲王面前，婉清阁的主子才敢卸下全身防备。京城风波暂泄，婉清阁的名号已经震慑天下，只是不知大掌柜下一步有何打算？商家重利，自然是哪里有银子便往哪里去。这偌大的京城，当真没有半分值得留恋的人与事。这番试探，字字句句皆是情分。婉清阁这艘大船，可愿永远停泊在京城这处港湾。但这京城四方天地，终究留不住我。我这条命是从鬼门关抢回来的，青瓷发过誓，这辈子绝不将身家性命系于他人的恩宠之上。连本王许你的秦王正妃之位，也换不来你片刻的驻足吗？正妃之位尊贵，可我也将永远被困在后宅，那绝非青瓷想要的归宿。深宅大院里的算计，我早就受够了。唯有手握天下商道财富，我才能真正挺直腰板。你到底吃过多少苦，才逼得自己铸就了这般刀枪不入的铁石心肠？所以我要出关，我要去看看塞外的大魔孤烟。天下万千财富，皆在等我的商号去开启。我的归宿在广阔天地，而非这方寸后院。我早该明白，若强行束缚你的羽翼，只会让你眼中的光彩彻底熄灭。商旗未曾插满天下之前，青瓷绝不谈婚论嫁。王爷，这便是我立下的规矩。好一个绝不谈婚论嫁！你这份清醒，当真叫天下男儿都汗颜。待到商道贯通各地，待到那时，我定要寻一处安静院落，载满金龟。你今日所言，可愿作数？经商之人最重承诺，绝无虚言。只怕时光漫漫，你等不到那日，便已另觅良缘。江山社稷固然沉重，但我萧景元的这颗心，早已容不下旁人半分。那个最重要的位置，即便为你控制10年20载，又有何妨？这点耐心，我自然是有的。承蒙这份厚意，我此生唯有以此身裁之，成就一番宏图，来回报你对我的这份成全。去飞吧，天高海阔，任凭你去闯。遇山开山，遇水搭桥。好，定不负所托。只要黑甲卫的旗帜不到，京城永远是你最安稳的退路。院里的酒，我一直替你温着。待到宏图大展之日，我再回京城赴这酒约。痛快！今夜便是不醉不归。哈哈哈哈！有王爷这句话，前方的锋刀双剑，青瓷便再无所畏惧了。夜深了，早些歇息，准备迎接明日破晓的出城商队们。山高水长，王爷保重。本王等你凯旋。这份承诺，将是我远行路上最强大的底气。青瓷，此去西域山高路远，你万事皆要以平安为重。那2个小皮猴子刚满2个月，昨夜闹腾了半宿，这会儿正睡得香甜，便不抱出来惹你分心了。你去吧，家里一切安好，你只管去外头搏你的天地。母亲留步，待到商队满载而归，青瓷再回来成。夏荷，我不在京城的日子，这宅子和内院的库房便全交由你来打理了。大小姐放心，奴婢定当拼死守住铺子，等大小姐赚大钱回来，
各处分号的掌柜照旧行事。好，看好门户。木兰，咱们走。清点完毕，所有货车皆已绑紧绳索，准备拔营。终于要去西域了，这一路定能见识不少大漠风光。大掌柜，通关文牒已经查验，可以出城了。诸位辛苦。恭祝大掌柜一路顺风。这四方城终究要在今日彻底道别了。大小姐快看，城楼上掉下来一只桂花。这是哪来的折桂？这枝干上还绑着东西，字迹苍劲有力，透骨穿背。除了他，再无旁人能写出这等锋芒。不论归期，此心不移。好一个不论归期！这份成全与底气，青瓷收下了。待到商气插满天下，定回京城赴这10年之约。驾！商队全速前进，跟上大掌柜的马步，向西进发。直转三帮人的金山银山喽，发财去喽！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晚清阁的征途才刚刚开始。